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做的软件，可以用来做 AI 训练视频的数据集。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软件跟传统的剪辑软件对比的优势。第一个是输出的这些参数非常符合训练的要求，包括像帧数啊、分辨率、尺寸这些。而且它还有个最重要的点，它可以裁剪。例如现在我们上下有黑边也有字幕，我们就可以裁剪到自己想要的一个范围。一个最重要的点是我们在素材修改的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片段在这个时间轴里面的信息，包括像这些裁剪的位置信息，我们都输出到历史记录里面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下次想要修改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方便的可以去修改它的，包括像时长啊，或者是剪辑的前后左右，例如剪多了剪少了，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修改。最后我们还支持格式转换，可以把你原来的视频转换成任意的帧数和分辨率，总体来说是非常方便的。包括提示词的反推，还有可以修改素材转换格式，可以用来输出标准的训练用的帧数，还有可以调节 FPS，也可以调整自己想要的这个分辨率。我这里就增加了一个裁剪功能，我们可以编辑，然后裁剪到自己想要的区域应用就可以了。下面这里预览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裁剪之后的效果。Not bad. 好，可以看到黑边就已经被裁剪掉了。下面的这3个就是从哪一帧开始，比如说第一个是左区间，就表示从这一帧开始往后面 2.88 秒。中间的这个就是表示从中间这一帧开始截前后的一共 2.88 秒。最后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这个表示尾帧。例如现在的影片下一帧它就已经换场景了，所以我们需要稳定的控制在这一帧。我们可以预览一下。I guess the maple glaze is not bad. 所以这个裁剪的这个方式，非常的灵活。我们可以点击预览之后导出，也可以直接点击导出，效果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现在已经导出完成了，我们点击预览，可以看到这里没有提示词，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键就可以反推提示词。我们稍微等待一下，这里用的是 Mini CPM 的反推，效果还可以。这个反推大概需要16个 G 的显存，如果你的显存不够，你可以在设置里面打开低显存模式，然后设置一下自己的显存上限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推的提示词，我们可以点击复制，然后我们可以点击编辑，可以修改，修改完了之后保存，这个就是我把它翻译成中文。我们调整好之后就可以点击关闭预览。如果我觉得这一条不是很满意，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素材修改。我们导出的每一个数据都包含了各种设置信息，所以哪怕之前保存的这些，你都可以随时去修改。例如这个，我可以在这里直接修改，改成中间的这个，然后点击替换。好，现在显示绿色就表示已经替换完成了。最后一个就是格式转换，我们可以选择要转换的文件夹，然后可以设置帧率，也可以设置分辨率。整体制作数据集的效率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再看一下操作讲解，我们点击空格就是暂停和播放，点击左右就是快进跟快退。我们想要精准控制的时候，就可以鼠标滚轮滑动。我们用滚轮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找到2个场景之间的衔接的最后一帧。可以看到控制的非常的丝滑，历史记录往上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展示。这个制作数据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，一天时间可以做100组数据。我拿这个数据来测试训练 LTX 2.3，总体的效果还可以。我们看一下展示。参数方面我是这样子设置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 rank 我设置的是16，
我不确定哪一个值更好，我也是正在测试。然后这些值都保持默认，只需要把这个文本编码到内存里面，它下次加载就会比较快。打开这个选项就可以了。然后低显存的这些设置，也需要打开。然后模型我是调用的本地的模型的地址。之前的视频我非常详细的讲过怎么去设置本地的目录，我会把视频链接一下，大家想看详细步骤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。这个是选择你的数据集，你就选择自己制作的这个数据集就可以了。剩下的设置都是这个参数。512相对比较小，如果显存够大的话，可以设置更高一点。我也是第一次训练 LTX 测试着玩，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。这里是保存的步骤，我是250步，跟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。然后下面这个就填你想要测试的这个提示词，你可以先写2个是你数据集里面的这个文案，这样用来判断它是否学习到，或者是否过拟合。下面的提示词就可以随机的设置一些，来看它的泛化能力表现怎么样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已经训练好的这个效果。越往下面其实这个稳定性相对来说就越好。可以看到没有训练的这个整体看起来比较明亮，然后干净 ，AI 的感觉就会比较重。到下面这个整体的色调和这个运镜方式看起来就比较像电影了。另外训练好之后测试的话，可以用这个 LTX 2.3的这个启动器。我现在更新了2个功能，第一个是可以设置这个随机种子和固定种子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运行好了之后的视频，我们可以点击载入参数，它就可以载入我们上次运行的这个参数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提示词的微调。可以看到我们微调了提示词之后，这个白色的墙壁就已经实现了，然后整体的这个运镜跟布局都是非常类似的，可以对比一下原来这个。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程序怎么运行。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传在云盘里面了，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就行了。下载完之后，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这个 Python 的压缩包，我们把这个 Python 包解压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这个 Python 包里面的小文件特别多，所以只能用压缩包的形式去上传。自己解压一下就可以了。解压完毕之后，我们直接点双击运行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点击打开视频，然后就可以操作了。操作方式非常简单，你可以这里选自己想要的帧数，你选不同的帧数，它的总秒数是不一样的。例如我们选择275帧就是10秒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这个选择帧数。帧率我设置的是25帧，然后分辨率也可以自己去设置。这里就是左中右的区间，然后导出跟预览。点击这个是反推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多选，就可以批量的选择，你可以单击也可以框选，然后点击批量反推就可以了。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这个工具能帮助到大家训练 AI 视频。